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于翔。于先生你好，中美商务部长今天在京会谈，雷蒙多特别强调美中经贸关系极度重要。那您对雷蒙多此访有何观察？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多把这次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华定义为一次这个工作访问。之所以是工作访问，我就觉得我认为就是我并不期待于这次这个雷蒙多的访问会推动中美关系的这个大幅度或者是一种根本性的转折，而更多的可能聚焦于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我的理由呢，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知道其实在雷蒙多访华之前，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有这个美国总统拜登，都就是跟这个雷蒙多进行过沟通。沙利文当时就明确对外表态说，他不期待这次这个访问能够实现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变，他也讲得非常明确。而美国总统拜登也明确讲了，他期待更多的这次是这个雷蒙多访华是为他未来可能的中美关系会有中美首脑会晤进行一个暖场。由此看，就是美方对他的这种访问的期待也非常有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雷蒙多访华之前，美国政府其实也做了一些小动作，例如像涉疆问题制裁我们中国政府的专员，对他进行武器军售。那如果他真的想实现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或者是一个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的话，那显然他不会做这些小动作。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一个观察点就是，其实这次雷蒙多访华是在继今年5月份我们的中国商务部长其实访美期间与雷蒙多进行一个工作会晤之后，应中国商务部长邀请，他才来回访的这样一个性质。所以我个人觉得，对这次雷蒙多的访华，我个人觉得更多的把它定义为一次工作性质的访问。那么既然是工作性质的访问，我个人期待可能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或者是举措，或者是个别细小的领域取得一些突破，双方达成更多的共识。其实我个人并不期待通过这一次访问，中美关系实现一个巨大的或者重大的一个转折。但在经贸领域，美方制华动作不断，频频打出国家安全的幌子。那您认为中方对此应该如何应对？其实可以看得清楚，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拜登政府目前在对华当然不仅仅是经贸领域了，在整个对华战略上，它采取了两手，一方面是谈，另一方面压或者是打的这样两手策略。而呢，我们看它在到目前为止，如果算上雷蒙多的话，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派出将近4位的内阁高级别的官员访华，那么就是在一方面呢跟中国进行表面上进行沟通。当然，这个做法带有很强的作秀成分，不光是给美国盟友看，也是跟美国国内的这些他的拜登的政治对手看的这样一个政治表现，或者是政治表演。就是这是一方面，也是这是我们说是谈的或者和谈的或者是谈的这样一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压呢，我个人觉得更多的就是从目前来说，就是所谓的拜登政府说去风险或者是精准对华进行施压的特点的话，有2个点是我觉得是未来拜登政府会继续坚持，甚至会加大力度。一个就是继续会加大对中国高科技的出口的限制，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会限制，就是美国资本，甚至包括美国资本在内的西方的整个资本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这样一个投资的限制。所以我觉得这里未来应该是比较确定的这样一个方向。目前中方的对美方的整个又打又压的这样一个两手策略，其实我们中方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中方其实也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也有政策的储备，以及已经做了很多的政策的这样一个应对。例如，其实我们的首先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还在没有被外界的各种思想啊，或者是舆论啊，或者是假象所迷惑，我们继续在加强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我们聚焦于国内，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还在继续加强我们自己的高科技的研发，我们自主性研发，我们投入也在加大，我们的人才储备，我们的政策支持也在加大。就是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并不期待于完全从外部引进，我们要自己本土的这样一个研发。这是我们打破西方卡脖子这样一个围堵的一个根本的这样一个路径。此外呢，其实我们看到也比较清楚，就是我们中方除了和美国甚至欧洲进行展开经贸高科技的投资啊，
这些合作以外，其实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都在积极展开合作。例如像我们最近举行的金砖国家的这样一个合作机制，那有很多的这样一个领域都在做。因为整个全世界这么大，不只有美国一家，还有其他很多的国家。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打破这个西方封锁，就是做出有利的这样一个应对的一些举措。28号上午，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会见雷蒙多。雷蒙多是自6月以来第4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政府高官。他领导的美国商务部与中美经贸的关系最为密切，其下属的一个部门是实体清单的制定部门，对中美关系影响极大。因此，雷蒙多的中国行备受关注。27号晚，雷蒙多乘机抵达北京，商务部美大司长林峰到场接机。雷蒙多下飞机后与中方交流近2分钟。28号上午，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会见雷蒙多。在会见雷蒙多时，王文涛表示，中美经济关系不只关乎两国，更攸关全世界。中美的经贸关系不仅关系到我们两国，也关系到全球的经贸关系，因此呢，也备受各方的关注。对我关注到你曾经说过，对华的贸易绝大多数是良性的，将会且应该继续下去。我愿意跟你共同努力，为两国的工商界加强合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特别是促进我们两国的贸易和投资能够稳定的可预期的发展，为世界的经济复苏增添动力。雷蒙多表示，中美作为世界2大经济体，维持稳定经济关系极为重要，这也是全世界的期待。雷蒙多形容中美关系复杂且有挑战性，美方正寻求改善两国经贸关系。他还表示，中美固然会在某些议题有分歧，但相信直接、开放及务实的讨论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We believe a strong Chinese economy is a good thing, and 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crystal clear repeatedly on this point. We seek healthy competition with China. 这是雷蒙多首次来中国访问，他对此十分重视。深圳卫视注意到，早在今年3月，中国的全国两会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对美国媒体表示希望访华。当时，中国商务部作出友好回应，强调两国商务部门保持对话沟通十分重要，对雷蒙多希望访华持开放态度。中方将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彼此关切，推动建设性务实合作。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中旬访华行程结束后，美国媒体再次报道了雷蒙多也想访华的消息。进入8月后，相关消息更加密集。8月22号，中美两国商务部同时宣布雷蒙多访华的消息，美方也为此访进行了充分准备。上周，雷蒙多与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会面，并在24号就此访进白宫向总统拜登做汇报。25号，雷蒙多又对媒体透露，他计划与中方讨论的话题包括美国的技术控制、商业纠纷，以及开展更多业务的机会。他提到，重要的是美国要对中国保持透明，要让中方高层理解美方的国家安全政策，才能避免误解不必要的局势升级和误判。他还说自己不会手下留情，但打算务实一点。雷蒙多在启程上飞机前还特别向媒体强调，此访将致力保护应保护的，推动可推动的合作。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此前也表示，中方将就关切的经贸问题向美方表明立场，同时期待与美方就化解经贸分歧、推进务实合作进行深入探讨。In private, I hope that she is trying to persua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while the U.S. does have the security concerns, it doesn't want China's growth to be slowed. So it'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in her private conversations she's able to persuade her Chinese counterparts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serious about that. 外界注意到，本月稍早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让雷蒙多的访华行程蒙上阴影。根据这项行政令，美国政府禁止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等3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据彭博社报道，雷蒙多计划在访问期间与中方就此成立一个工作组，预计将讨论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限制。
此外，还包括美国波音公司能否恢复向中国交付737 MAX 客机、加、折等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等议题。外界还注意到，雷蒙多出发前往北京之前也有示好举动。21号，美商务部将27家中国实体从未经验证清单中移除。23号，美方将原本28号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延期6个月，并就条款修改与中方进行谈判。美国政府从4月份以来呢，也是比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态度，现在已经是不再用所谓的这个中美脱钩，而是说要去风险，同时呢又希望能够保持中美之间这样一种建设性的经贸关系，就是说美国还会保持这样一种出口管制的相关的这个措施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状态下，如果能管理得好的话。扩大共同的利益的话，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经贸关系可能会稳定下来。纽约时报认为，雷蒙多访华肩负着2项看似矛盾的任务，一方面是增强美国对华商业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实施近年来最严厉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但尽管如此，多家外媒仍认为，与此前访华的布林肯和耶伦大多空手而回不同，雷蒙多这次较有可能在改善美中关系方面取得一定进展。So obviously the US companies want to be able to trade with China. Companies like Boeing want to be able to sell their planes to China again. US wants to export more to China. There is actually a lot of areas where US and China do cooperate. There is a lot of bilateral trade, and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to have that continue. So there is a lot of benefits that she can talk about, unlike the previous visits, say with Blinken, where it was much more just about the controversies and not about the benefits. S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expect to see some kind of announcements on some kind of improved export market access for US companies. 当前这个中美虽然是存在着竞争美国所谓的一个战略竞争的一个问题，但是中美之间呢有确确实实呢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利益特别是当前美国的这个宏观经济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债务出现了这个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个再加上美国当前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中美之间稳定关系特别开展务实的合作包括特别是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雷蒙多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内部对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几个核心幕僚之一，也被认为是在对华经贸政策上最具影响力的内阁高官。他的个人从政经历十分丰富，曾担任美国面积最小的州罗德岛州历史上首位女州长。他任内强势推进减税，还删除了超过8000页的繁琐法规。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期间，雷蒙多严格执行隔离政策，之后被拜登延揽入阁，担任商务部长。美国商务部下设的美国工业与安全局管理着一长串的贸易黑名单及出口管制措施的制定，与中美贸易、科技产业合作密切相关，被认为是中美关系聚光灯下的机构。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工业与安全局是资金规模最小的联邦部门，雇佣了大约350名特工和官员，他们共同监控世界各地在进行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交易，每年处理多达4万个出口许可证。近年来，美国工业与安全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半导体芯片已成为其工作的核心内容。深圳卫视注意到，对华强硬已经成为华盛顿政界的歪风邪气。就在雷蒙多访华前，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等多名议员还给雷蒙多写信，警告他不要在访华期间针对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与北京进行协商。美国2位经济学家近期发表的一份报告，再次证实美国政府多年来企图摆脱供应链依赖中国的努力，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这份47页的报告指出，2017年至2022年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份额占比从21.6%降至16.5%，从越南和墨西哥进口的份额占比则增加了。不过，中国企业正在增加对越南和墨西哥等国的出口和直接投资。报告说，美国和中国的间接供应链联系仍完好无损，在一些方面，这些间接联系甚至通过中国与越南和墨西哥的经济联系而得到加强。
报告指出，中国最终将继续成为美国供应链上游的重要参与者。这2位分别来自美国哈佛商学院和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发出警告称，全球供应链的不断重新配置导致成本上升。目前已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几乎全部由美国买家通过提升价格来承担。为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要求，27号晚间以印花税减半为开路先锋，官方连发4份公告。本次政策4箭齐发效果明显。28号开盘后 ，A 股3大股指集体高开，对相关政策调整做出积极回应。中国经济韧性十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政策工具篮子里的工具还很多。在上周末诸多重磅利好的作用下 ，A 股全线高开，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等股指均跳空高开逾5%，一度超过百股涨停或涨超10%，超5000股上涨。后大盘回调，截至收盘，沪指涨1.13%，深成指涨1.01%，创业板指涨0.96%，两市成交急剧放大。自8月4号以来，再次突破1万亿元。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1266亿，较上个交易日增加3603亿。不过，分析师也注意到，在大盘大涨的时候，北上资金依旧净卖出82.47亿元，这令投资者感到意外，但绝大部分机构看好 A 股后市。8月27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印花税是各类交易成本中最大的一项，此次实施减半征收，有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近1000亿元。而当前正处于3重拐点叠加的阶段，即经济的拐点、市场的拐点、市场风格切换的拐点。下调印花税，比例高达50%，超出很多投资者的预期。无疑会极大地提振市场的信心，扭转市场的走势。相比于印花税下调带来的真金白银利好，其释放的政策信号更为重要，反映出监管部门对于资本市场的重视。自7月24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以来，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显示了监管部门活跃资本市场的决心。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5.5%，不仅高于去年全年3%的增速，也高于一季度4.5%的增速。对比来看，这一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最快的。然而，这样一份在全球范围内可圈可点的成绩单，落在某些西方媒体的笔下，却得出了中国经济见顶、中国经济失去动力等荒谬观点。这些论调有违逻辑，有悖事实，不过是唱衰中国经济的老调重弹。长期以来，美西方舆论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发展，唱衰中国的疫病时不时就要发作，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未中断。美西方不少人以2001年美国作家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进行自我洗脑，但事实却是，自这本书出版后，中国取得有史以来最显著的发展成果，以至于美西方又开始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在美西方舆论场上，所谓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经常性无缝切换。几个月之前还视中国为威胁，现在又切换到崩溃论模式。分析认为，这严重损害了这些媒体在发展中国家民众中的公信度。过去1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2%，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由2012年的11.3%提升到18%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就是在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的。监管层维护中国股市企稳回升的政策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通过推动中国股市实现价值回归。我们资本市场发展好了，上市公司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那么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也会对我们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这个托底和支撑保障作用，也更加有利于我们宏观经济的稳步复苏。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太阳能和风电技术等。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表现也优于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即使跟中国部分脱钩，也将减缓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创新。德国焦点周刊网站近日刊文驳斥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文章认为，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产品牌日益崛起，外汇储备充足，拥有大量关键原材料等一系列事实表明，中国崩溃论根本站不住脚。我看到内地还是在相关的政策方面出台比较多的一个利好的措施，去支持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去保障今年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成果。我觉得往后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内地在今年往下的时间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增长的步伐。以中国一个比较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量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在环球当中，这个经济步伐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算比较理想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月25号表示，中国经济顶住了压力，持续恢复。中国始终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收缩外溢效应显现，国际市场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中国经济顶住了压力，持续恢复，稳住了规模，提升了质量，总体回升向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28号宣布决定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对此，岛内舆论并不十分意外，因为自5月份在国民党内初选失利以来，郭台铭一直保持很高的舆论曝光度。国民党对郭台铭的参选表示极度遗憾。虽然郭台铭表示将整合非绿阵营，但不少岛内分析指出，恐怕很难达成这一目标。决定以参选人的身份投入2024，我的参选是为了促成在野阵营的整合，再也不整合，便宜赖清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28号上午在张荣发基金会举行主流民意大联盟记者会，向外界宣布投入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以独立参选人身份进行联署。郭台铭表示，他的参选就是要推进非绿阵营整合，唯有整合才能制胜。他将与大家共同商议出最适当的整合方式，找出符合人民期待的候选人，终止腐败无能的民进党的执政。根据台湾地区选举办法，想要参选候选人的联署人数应达到最近一次民意代表选举总数的1.5%，这意味着约29万人。按照目前民调，郭台铭的支持率维持在10%左右，外界认为越过联署门槛问题不大。中国国民党随即对郭台铭宣布参选作出回应。我们表示高度的遗憾，不过我们最后还是相信郭台铭董事长还是会和我们一起投入下架民进党的行列。中国国民党还警告党员不要为郭台铭进行公开站台、助选等行为，否则将以违反党纪被严肃处理。国民党在最新的声明中强调，郭台铭是关公信徒，更不应背信弃义。外界注意到，郭台铭在5月的国民党内初选开始之前和败北之后，都反复强调是君子之争，无论如何都会承诺支持侯友宜胜选，还表示将把自己的重要政见托付给侯友宜，并促其认真实现。这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做法哈。今年5月17号，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布征召侯友宜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当天，郭台铭发文恭喜侯友宜获得征召提名，他表示将信守承诺，会尽最大努力支持侯市长胜选。不过，郭台铭此后并没有保持低调，而是不断增加曝光率，被外界认为参选意愿强烈。台湾《中国时报》曾于7月刊文称，继4年前参加国民党初选败给韩国瑜，愤而退党后，郭台铭这次又违反承诺，再度翻脸，不仅没有支持侯友宜，还动作频频运作换侯。文章称，如果郭独立参选成为现实，原本已陷入团结困境的国民党将更加分裂，多数民意希望下架民进党，政党轮替的期待也将更难达成，最后更会赔上台湾与人民的未来。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郭台铭此次参选副手可能锁定无党籍民意代表高金素梅，不过后者尚未明确回应，仅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已宣布参选民意代表，选举影响未来台湾命运，而他自己这一票会投给符合期待的候选人。
此番回应也被解读为否认传闻。高金素梅原名金素梅，是岛内少数民族民意代表，曾是台湾地区知名歌手、演员和主持人，此后转战政坛，具有一定人气。数据显示，目前岛内支持下架民进党的声音超过60%，但外界担忧，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后，将进一步撕裂非绿阵营，等于变相给赖清德助选，这与郭下架民进党的诉求背道而驰。然后你的民调又最低，然后你这样怎么会说我参选就是为了整合？事实上你就是为了你要参选嘛，你会让吗？如果你到最后你民调不是第一，你会不会让？不过，也有岛内舆论认为，最终走向仍存变数，因为目前郭台铭仅发起联署，到11月正式登记参选还有相当长时间。而就目前国民党以及郭台铭方面表态来看，仍有操作空间。岛内舆论认为，非绿阵营最有价值的整合对象是民众党主席、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郭台铭近期多次与他隔空互动。就在10天前，郭台铭还透露过，希望和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以及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一起喝咖啡谈整合。3天前，他又透露，预计本周与柯文哲见面，现在正在等柯文哲的电话。我想他的盘算是希望以这个参选人的角色，但是就可以更平起平坐，有筹码跟另外2位谈。这一次的参选这样子仓促成军，对所有的希望下架民进党的票，希望台湾更好的票没有了，所以大家会大失所望。结果你告诉你所有的支持者说，我的参选是为了整合，这一句话一讲出来之后，我觉得对郭台铭会有伤。其他人会想，那我不是白忙一场，你未来你也不见得会选到底啊，你未来也不见得会继续挂着参选人继续往下走。那我就为什么现在要支持你？就在岛内下架民进党的民意日渐升温之际，赖清德阵营再爆丑闻。据岛内媒体报道，赖清德疑似动用网军，以每次任务出价30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90元，吸引岛内年轻人为赖清德的视频账号做数据、刷流量。报道指，台南市青年台湾队近期以给予学生社团赞助费的名义，要求成员为赖清德的影片按赞留言，照作者可拿到3000元新台币。中国国民党副发言人吕行伟痛批，民进党的网军难道从1450翻倍成3000了吗？他质疑，如果影片品质好、内容优、又具讨论度，不需花钱也能获得网友的讨论与分享。如今沦落到要花钱，岂不是赖清德阵营对自己的影片内容也没信心，自己也觉得自己无法获得年轻人真心诚意的支持？民进党豢养网络水军，也就是所谓的1450，早已不是秘密。这些网军及所谓的侧翼团体刻意与民进党保持距离，表面上都是由第三方出钱豢养，但接受民进党网军操盘手的暗中指挥。他们的口号是没有收受利益就不是网军。按照民进党的操弄模式，操盘手以类似中央厨房的模式，透过侧翼和网络水军病毒式散播定制文宣产品等信息，再通过绿营的媒体、政论节目、出口转内销进行自我转引，延伸制造舆论，从而谋取政治利益。民进党将网军视为杀手锏，由党内高层直接受益管理。事实上，赖清德本人在民进党内斗中就曾长期打造网军攻击受害者的形象。近年来，民进党豢养网军侧翼的丑闻不断被爆出。被蔡英文委任为数位政务委员的唐凤是公认的民进党1450网军头目。去年底，有媒体披露了民进党组织的网军群组名单，蔡英文的诸多核心幕僚赫然在列。新闻一出，民进党没有养网军的诡辩不攻自破，再次引发岛内舆论口诛笔伐。今年5月底，赖清德走进台湾大学与学生座谈，期间再有学生揭民进党伤疤，就网军问题犀利提问，而赖清德不仅答非所问，再次对学生表现出傲慢。您不再深究此议题，是因为未来这些网军能够为您所用，还是您已经忘记网军曾经对您个人还有台湾民主所造成的伤害了？赖主席未来如果有幸当选，要怎么改善民进党现在傲慢的习性？好，台湾的政治人物不都这样吗？嘴巴说不要，身体倒很诚实。到最后谁是网军的使用者？我觉得大概在9月份，
渐渐的要开始定位之前，应该会越来越凶。近来，美澳军事同盟关系持续强化，美澳间各种名目的军事演习也是层出不穷。但随着演习频率的增加，意外事故却也接连发生。27号，美澳非等国共同参与的2023捕食者行动军事演习的一架美国鱼鹰飞机，在澳大利亚北部刚起飞就坠毁，造成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死亡，演习被迫中断。 There was a deadly crash today involving U.S. Marines. They were killed when their Osprey aircraft crashed on a remote island during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27号上午9时，一架搭载23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MV-22鱼鹰轻转旋翼机刚刚从澳大利亚达尔文起飞，准备飞往80公里外的澳大利亚北领地梅尔维尔岛，却不幸坠毁。目前已确认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死亡，5名队员重伤送医。 One patient is in Royal Darwin Hospital in theatre being operated on presently. 4 more patients are in Royal Darwin Hospital. We have more arriving as we speak. 发生事故的演习代号为2023捕食者行动，是今年澳大利亚陆军在北领地领导的最大演习，包括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东帝汶和印尼的2500名士兵参演。 事故发生后，本应持续到9月7号的演习被紧急叫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事故表示遗憾，并称只要有需要，澳大利亚将继续向我们的朋友美国提供帮助。美国总统拜登28号则就此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MV-22鱼鹰轻转旋翼机是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军用运输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兼具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特点，既可以垂直起降，摆脱对滑跑的依赖，又拥有航程远、航速高、载重大、油耗低的特点，最大飞行速度超500千米，最大载荷约9吨。 然而，鱼鹰自2006年服役以来，已发生至少15起重大坠机事故，累计死亡人数超20人，被认为是美军最危险的飞机，没有之一。去年3月，一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演的美国 MV-22鱼鹰在挪威坠毁，机上4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亡。同年6月，又有一架 MV-22鱼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沙漠地区坠毁，机上5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亡。 How many times does this aircraft have to go down for us to say it is not a safe, effective tool? The U.S. militar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already put so much money into this that has made it almost like, do we keep going forward with it, even though we're having these issues? Becaus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what's coming through the pipe in order to make sure it's even to the stage it's at today, that has been very controversial. 事实上，当前正在进行的澳非 Along 2023联合军演也包含鱼鹰的身影。该军演是澳大利亚与菲律宾有史以来进行的首次联合军演，规模约2000人，美方派出100余名海军陆战队员及鱼鹰和1艘补给舰进行支援。参演兵力搭乘鱼鹰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进行模拟联合空中突击，并在吕宋岛展开2栖登陆、炮兵及航空兵实弹射击演习。 如今，鱼鹰在澳出事，也给在菲的联演蒙上阴影。实际上，坠机频发，军心动摇，美军自己也不愿意采购这款飞机了。前不久，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2024财年，美国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拒绝采购 MV-22鱼鹰轻转旋翼机。 根据美军此前的作战需求 ，MV-22鱼鹰轻转旋翼机数量要达到464架，但截至目前，美军只有414架服役，仅有54架鱼鹰的美国空军还多次强调完全够用。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在鱼鹰上面也发生了很多次啊，因为它的这个飞机的结构问题，导致它 在起飞和降落阶段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比如说地面的这个沙尘被吸上去了，比较大的石块导致它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出现故障，所以说这个飞机呢，它确实是由于它的设计的问题呢，有一些潜在的工艺问题。 前几年是美海军撞船事故频发，近年来轮到美军军机多次发生意外。
7月下旬，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总共13国参加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护身军刀2023”期间，一架澳大利亚国防军 MRH-90大班直升机坠海，4名机组人员失踪，演习也被喊停。澳媒指出，这是该国20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灾难。当地媒体还认为，这与美军不断强化美澳军事同盟，频繁拉澳军演习有关。例如，7月下旬以来，除了护身军刀2023，澳军还参加了美日印澳马拉巴尔2023海上联合军演以及2023捕食者行动。澳大利亚孤悬南半球，被认为是受军事威胁最小的国家之一。但近年来，澳大利亚跟随美国印太战略，不断强化军事能力，这令澳大利亚军人的疲劳程度正处于历史之最。各种武器装备，包括舰艇、飞机在内的出动强度大，保养也很成问题，人和机器都累了，最终导致了事故频发的局面。澳洲它在这个重整军备，它的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军队的训练和这个演习的频次呢也在增加。这个澳洲跟新加坡、马来西亚也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军事联盟，甚至乎设定了一个这个联合作战的空军司令部。实际上，它也被美国定为，就是说，它在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安全合作的代理人。希望它在未来，如果说太平洋地区出现一些这个战争或者说是武装冲突的话，澳洲能够承担更多的义务。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美澳联合军演又出状况了。27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鱼鹰机在澳坠毁，3人死亡，20人受伤。那您对这起最新事故怎么看呢？主持人好，这不是2023年以来美澳军演第一次出现坠机事故。不到1个月前，7月29日，澳大利亚陆军一架 MRH-90直升机在护身军刀演习中坠毁，4名澳大利亚军人阵亡。也不是近年来鱼鹰第一次在澳大利亚坠机。2017年，一架同型号的 MV-22B 轻转旋翼机在昆士兰州海岸坠毁，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死亡。外界注意到，今年年初，澳大利亚以质量为由，正式宣布提前退役由法国制造的 MRH-90直升机，并向美国采购直升机进行替换。7月29日的事故后，澳大利亚陆军更是直接无限期停飞所有 MRH-90直升机。而不到1个月后，美国制造的直升机在澳大利亚同样发生了惨烈的事故，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有澳大利亚网友在新闻下留言道：“继续向外国购买直升机，就是对澳大利亚军人的不负责。我们到底还要白白牺牲多少人的性命？”还有观点认为，美国积极将澳大利亚整合进自身的军事体系之中，以所谓互操作性为由，在澳大利亚部署根本不适合当地条件的武器装备。以此次美军坠毁的鱼鹰为例，有前澳大利亚海军飞行员留言指，鱼鹰在悬停飞行过程中向下高速喷射的气流会卷起大量的地面沙石泥土，而澳大利亚多沙漠的环境对于鱼鹰而言就是噩梦，根本无法解决发动机因吸入沙石泥土而导致推力快速下降，甚至是空中停车的恶性问题。有美国网友则留言道：“鱼鹰首飞34年，入役16年后，依然频繁发生事故，这只能说明，无论是鱼鹰的制造商波音公司，还是采购方美国国防部，都完全不在意安全问题。这些年仅公开可查的数据显示，鱼鹰意外坠毁15次，死亡54人，同时还有大量疑似事故和伤亡隐藏在黑幕之中。有网友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下就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认为乘坐鱼鹰是为了让自己和尽可能多的战友以最充分的作战准备从 A 点进入 B 点，但事实上，鱼鹰最擅长的是让他们从 A 点直接进入停尸间。那您认为1个月内连发2次坠机事故，对美澳构建军事同盟会有影响吗？我认为影响可能有限。1个月内连续2次在澳大利亚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既可以说明我刚才提到的美澳军事装备体系存在问题，比如说鱼鹰 MV-22B 轻转旋翼机不适合澳大利亚多沙漠的环境，或者表明美澳军队内部一线装备保养意识或者能力欠缺。
因为事实上，在这一次演习中，美军只部署了2架语音，然后就摔了1架。但1个月内连续2次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同样也可以说明美澳正在进行高强度的军事整合训练，我们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但这是否就说明澳大利亚选择义无反顾地加入美国针对中国的包围网呢？我认为倒也未必。任何国家都不会愿意在大国交锋之间选边站，做大国对抗的第一线。而为了避免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化自身力量，挺直腰板，成为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而不是威逼的对象。澳大利亚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区域联合演习，既是对美国做出某种响应，但同时也是在释放某种信号，表明自己可以成为区域内一个担起责任的安全力量。澳大利亚究竟是在以什么样的心态参与联合演习，其实很值得我们探寻。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说过，大洋洲的2个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习惯于大国的庇护，但大洋洲过去需要美国的军事看护，不意味着大洋洲永远需要美国的军事看护，不意味着澳大利亚就不赞同大洋洲是大洋洲人的大洋洲，更不意味着坎培拉就一定希望把自己永远绑死在美国进攻性的地缘战略上。这一点实际上在4月24日的澳大利亚国防审查报告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澳大利亚政府指出，自身所处的地缘态势不再由美国单极领导。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感到印象深刻，但最终在措辞上也没有将中国视为直接军事威胁。而澳大利亚参议院第3大党绿党则提出了更为直白的问题：中国如何对澳大利亚的主权构成威胁？我们为何要将澳大利亚的未来压在美国人所执着的区域冲突对抗上？这样何以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27号公然向中国泼脏水，叫嚣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径必须受到别国挑战和遏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驳斥称，对美军有关人员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炫耀武力的言论感到不解。近年来，南海成为和平之海、繁荣之海，造福各沿岸国，但美国印太战略不断企图搅浑水，值得区域国家警惕。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8月27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妄言，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径必须受到别国挑战和遏制。他煽动菲律宾出击，并许诺美军将支持菲律宾应对区域内的共同挑战。28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严厉驳斥了卡尔·托马斯的挑衅言论。他表示，我们对美军有关人员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炫耀武力的言论感到不解。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的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无可厚非，美方无权干涉。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军舰频繁在南海炫耀武力，这才是真正咄咄逼人的行为。中方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停止一切不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言行和举动，不要做南海和平稳定的搅局者、破坏者。美国海军第7舰队作为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主力部队，常年驻扎在日本横须贺港，是对华抵近侦察和所谓自由航行的主要执行者。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9岁的卡尔·托马斯曾是海军飞行员，他的妻子朱尼弗·托马斯是菲律宾裔美国人，目前还担任美国海军巡回监察专员一职。因此，卡尔·托马斯上任以来就与菲律宾军方关系暧昧，近期更加卖力挑动菲律宾对抗情绪。托马斯还自曝26号已搭乘飞机去南海看了一圈。近日，菲律宾向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运送建筑物资，并引发海上事态。美国政府立即跳出来为菲律宾撑腰，还声称或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款，挑唆菲律宾将事态升级。值得警惕的是，23号，美国还在南海海域纠集日本、澳大利亚，分别派出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出云号准航母、堪培拉号2栖攻击舰等大型舰艇举行军演，并停靠马尼拉港。这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准航母首次停靠该港。
现在呢，美国是不断的拉着呢盟友在南海地区呢搅起风云现在美国海军呢舰艇和飞机也是越来越多的在南海出现嘛因此在未来呢，美国会更多的拉着他的这些盟友在南海地区举行呢联合军演，以及呢进行所谓的自由巡航。对中国呢进行挑战。但颇令美西方舆论意外的是，这场在菲律宾家门口纠集，企图给菲律宾撑腰打气的演习，却被菲律宾方面临时以缺乏合适舰艇为由宣布退出。外界注意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实际上在仁爱礁海上失态之后，迅速委任前外长为中国特使，推动与中方磋商解决问题。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分析认为，事实上，菲律宾是否参加军演，有没有合适的舰艇并不重要，因为它只是美日澳介入南海局势的由头。美日澳这次出动的大型战舰具备很强的夺岛作战能力。演习科目包括舰载机相互从甲板起降等。一方面，美日澳通过派遣这些舰艇，释放他们能够帮助菲律宾维护所谓岛礁安全的信号；另一方面，这三个国家也想借此震慑中国。从舰艇方面情况来看菲律宾海军护卫舰呢，也的确是难以起降美日澳的直升机，因为呢，美日澳的直升机呢都是10吨级以上的，个头呢都很大，而菲律宾海军护卫舰呢，最多能够起降6到7吨级的直升机。同时呢，菲律宾也有刻意为之的这种想法。既然呢美日澳已经介入到南海了，那菲律宾呢就不想自己呢去冲在前头了。就是小国尽管小，但他也不甘心的当棋子啊。一方面呢，美国是想利用菲律宾去跟中国呢进行对抗，但是呢，另一方面菲律宾何尝呢不是在利用美国啊？实际上，今年以来，美日澳与菲律宾在军事合作方面动作频繁。今年4月，美菲就启动了为期18天、共计1.7万余名军事人员参加的肩并肩联合军演，规模为史上最大。本月25号，澳大利亚就和菲律宾首次在南海海域举行大规模海陆空联合军演，主要内容是模拟夺岛。澳大利亚呢，现在进入南海，更多的是配合美国，目的呢实际上是想从美国那儿捞到更多的好处，还和英国一起组成了奥库斯联盟，给澳大利亚呢出售先进的核潜艇这样一来的话，也就使得呢澳大利亚呢在南海进行介入的时候它是呢紧紧追随美国的，而不是呢为了去帮助呢菲律宾。菲律宾星报的分析认为，今年5月，随着马克思访问美国并获得了超过13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后，美国因素对中菲关系的干扰作用很快便显现出来。但菲律宾如想在中美之间大行平衡之术走钢丝，最终却可能坠入万丈深渊。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美国还不讲武德，以私自给他国代言的方式来搅局南海。8月24号，美国与印尼2国防长在美国会晤。美国防部网站其后发布的一份声明受到外界注意。这份声明宣称，美国和印尼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海洋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但据中国驻印尼使馆的消息，印尼政府已告知中方，美方消息稿中的上述内容不属实。中国驻印尼使馆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印尼方面发布的印尼与美国2国防长会晤的消息稿中根本没有上述内容。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因为想搅局南海而改掉蔑视东盟国家的老毛病。据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将于9月7号至10号访问印度，出席20国集团新德里峰会，但他不会参加就在这次会议之前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东盟系列会议。观察指出，这再次显现美方不愿将更多的外交资源投入东南亚，只是想着搞乱地区安全局势。